嗨，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近期最爱。最近这段时间呢，我比较喜欢追求的是皮肤的质感，所以今天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可以让皮肤看起来有非常好光泽感的一些产品，特别适合夏天使用。同时呢，还会有一些护肤品。那我们立刻开始吧。那先跟大家分享我近期最爱的一支粉底，就是这支 SAY 的这一支，它叫做 Glowy Super Skin Foundation。这支粉底真的，它涂完之后就是一个全脸闪闪发光的一个样子，就是整个皮肤看起来爆好的那种，完全不是油光的感觉，也没有那种很假的感觉，而是整个皮肤看起来晶莹剔透的那个样子。而且很棒的是，它虽然是带光泽感的粉底，但是它是一个 medium coverage， 就是它的遮瑕力是非常在线的。比如说像我眼角的有一些斑，我用它的时候就反复叠加2遍就可以遮掉。完全不需要使用任何的遮瑕产品。这瓶的成分我觉得也非常的赞，它里面85%都是护肤的成分，那只有剩下的15%呢是这个有颜色的部分。而且呢，这一瓶不添加任何的香料，没有味道，所以对敏感肌也非常的友好。用这瓶之前呢，一定要记得要充分的摇匀再挤出来。官方的建议呢是用刷子来上，那我自己试过，这一边脸呢是用刷子来上的，这一边脸呢我是先用手指涂匀，然后用干的海绵蛋把它铺匀的。这2种方法我觉得都可以，但是用刷子上完这一边，我觉得光泽感看起来要更好一些。这瓶唯一的一个小问题就是它的这个泵头，因为它的质地比较稀嘛，所以经常用着用着，这边就流的到处都是，就有点脏脏的样子，然后这个盖子又是黑色的，所以就会感觉蹭的到处都是粉底，得经常的清理一下。下一支也是我最近超爱的一个底妆产品，就是这一支 Huda Beauty 的这个 Glowish 系列的这一支遮瑕膏。这支真的有点特别，就是因为它也是带光泽感的这样的一个遮瑕膏，有特别好的提亮效果。我觉得这支特别适合用在这个眼底的这个区域，一点点就可以让眼下这个区域有一个非常自然的这种提亮的效果，而不是说像用传统遮瑕膏那种有那种假白的样子。这支质地非常的轻薄，是那种 sheer 的质地，所以呢遮瑕力就相对弱一点，但是它还是有遮瑕膏那种磨皮、磨空毛孔的效果在的，特别适合日常使用。它的刷头呢也非常的可爱，是这种带角度的这种小小圆圆的硬的这种刷头，非常好操作。这支我真的超爱它，因为它真的太适合懒人了，有的时候连粉底都不愿意涂，那我就用它，就是把它涂在眼底，还有这个鼻梁等等额头需要提亮的一些地方，再压一点散粉上去，这个底妆就完成了，既有提亮的效果，又可以修饰毛孔，真的是太方便了。所以这支我真的就是平时犯懒的时候就会用这支，非常非常的方便。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一个 bronzer Tarte 28，像夏天搭配这种带光泽感的粉底，或者是直接涂在皮肤上，这种 bronzer 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买的这个4号也是非常火爆的这个 Getty，这个颜色我真的是不得不说，真的太美了，就是有一点点偏暖的感觉，夏天涂非常的好看。推开之后，我觉得这个颜色更好看，就是看起来超自然的那种。它的质地非常的丝滑，用刷子涂当然可以，但是我更喜欢用手涂，就是摸起来就是那种非常柔软，然后非常顺滑的感觉，就感觉很上瘾。涂完这支，整个皮肤在太阳底下就是那种 sun kissed skin 的那种闪闪发光，然后又散发自然光泽的那样的一个状态，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皮肤的状态。近期购入的唯一的一个大的眼影盘就是这一支 Byredo 的这一支最新上市的这个眼影盘。这支眼影盘真的看到它的一瞬间，我真的是心灵暴击，就一眼就爱上了，想要立刻拥有，因为真的太美了。它上市的时候刚好赶上这个 Sephora 在打折，就是我本来有一个清单，就是打算买哪几个眼影盘，但是当看到它的一瞬间，我决定所有的都不要了，就买它，因为真的是太美了。它的盒子也非常的好看，非常的 chic， 简单的那个样子，就是这种镜面的感觉。它的这个 sticker 放在这儿，本来我不太懂，但是我想它是不是说把这个 sticker 可以拿下来，它就是一个完整的镜子，是不是超美？超美！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从镜头里体会出它的美，就是它的每一个颜色都非常非常的漂亮。它有很多这种带闪光颗粒或者是 shimmer 或者是金属的这样质感的这种颜色，涂起来都是那种
淡淡的、柔柔的，然后闪闪发光的像仙女一样的感觉的这样的一个样子，非常非常的漂亮。我现在先给大家随便的抹2个，我觉得比较特别的颜色，比如说像这2个银色，它虽然看起来那个膏体是夸张的感觉，但是涂在手上还是非常非常美的，非常精致的感觉。这里面还带着蓝绿色的偏光，非常特别。Byredo 这个牌子的香水非常非常的有名，但这2年呢，它的彩妆也开始多了起来。那我觉得这支眼影盘它整个的这个调性跟它这个品牌整个的感觉都非常的类似，就是那种仙女的那种感觉。而且很优秀的是，它每一块都做得非常的大，所以无论是眼影刷、腮红刷还是高光刷，取粉都非常的方便。像我今天的眼影和腮红就都是用这盘来画的。腮红呢，我用的是这一个颜色。这个银色用作高光也非常的漂亮，我先给大家上脸涂一下。哇，好漂亮，这也太傻了吧！这边是涂过的，这边是没有涂过的。哇，这个高光好美啊，真的太好看了。这一盘真的超美超美，都给我去买！这盘真的绝对不后悔，太美了，值得拥有。Kosas 的这支眉胶，这个产品我真的是超爱，给大家看看，我一共买了3支。这个是我最新入的，因为我觉得跟我的这个发色，目前的发色是非常的适合，也是我今天就是现在眉毛上就是这一支。这支眉胶真的是超好用，就是它用完之后，眉毛立刻就是那种根根分明的野生眉的样子，毛发也会显得浓密很多。所以如果你是那种眉毛比较稀少的，这支真的是超级推荐。而且这支的这个刷头也非常的优秀，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真的非常的小，非常的好操作，所以用它画眉毛也非常的快。那我用它画眉毛的方法非常的简单，就是先用眉笔，把眉毛之间就是有空隙的地方补一补，然后直接用它把它刷在眉毛上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快就能完成眉毛。这个是我新入的颜色，叫做medium brown。我现在头发有一点点棕色，像我这样的一个状态，就这支颜色非常的适合。还有一支是我以前入的一个颜色，叫做medium chocolate brown， 这支就是比较偏黄一点，就如果你是浅发的话，这支非常好看。还有一支呢是没有颜色的，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想保留自己本身毛发的颜色，或者是你想给眉毛改个颜色，偏灰一点等等，就用这支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是一支高光，也是今年春天我最期待的一支高光吧，就是这一支 Chanel 的这一支紫色的高光，非常春夏、非常少女的一个颜色。它涂在皮肤上就是有一点那种淡淡的紫色，就是这种带一点点紫调的这样的一个高光。我记得刚刚拿到实物看到本尊的时候，我就担心它在黄皮上会翻车，结果没想到涂在脸上意外的好看，就是这个紫色能让黄皮上透出更多的血气来，就是自然非常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虽然 Byredo 的这个高光非常的抢镜，但是不得不说这支 Chanel 的高光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它是那种非常清透的那种就是玻璃质感的高光，可以画那种非常清透质感的妆容。这支高光呢，日常我都是就是比如说只涂一个粉底，或者是只涂一个防晒的时候，就是涂它就可以直接出门了。而且它可以让黄皮自带血气，就涂完之后整个气色看起来都很好，非常非常喜欢这个颜色，非常漂亮。好，接下来是2支我近期超爱用的唇膏。首先呢，就是这一支 Tom Ford 最新上市的这一支亚光的唇釉，这支4号呢就是121 Lark，就是我现在嘴上的这个颜色。我现在呢是薄涂的一个状态。带灰调的这种玫瑰色，薄涂的话就是我嘴上现在的状态，那厚涂的话就是那种精致御姐的感觉，气场非常强大。这个颜色我觉得挺美的，而且灰度适中，很适合黄皮的一个灰度，就是平时
可以薄涂，就日常去使用。然后如果你要去开个会啊或者怎样的话，要去吵架呀，就厚涂就可以了，也非常非常的有气场。而这个颜色黄皮脸上完全不显黄，非常非常的精致的一个颜色。下一支呢就是比较偏日常一点的这一支Glossier。这是之前爆火的一个网红牌，现在呢所有的 Sephora 都有在卖这个牌子，所以买起来就非常的方便。给大家打开看看啊，它是一个亚光的唇膏，它不是像刚才 Tom Ford 那种纯亚光的，它是有那种微微的一丢丢的那种自然的光泽感在的那种，看起来非常自然的亚光的那种唇膏，灰调比较重的紫，这个颜色超好看，就是这样的一个涂起来还是蛮粉嫩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大家看刚才我涂的时候非常的用力，这支呢就是它颜色就是一种淡淡的，不是特别上色的那种状态，但是呢就是如果是日常或者甚至是素颜涂的话都非常非常的适合。而且它的质地在这个亚光唇膏里属于比较滋润的那种，然后涂起来也非常的舒服，就会像润唇膏一样，情不自禁拿出来就会想涂一涂。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适合日常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唇膏。然后还有2个我近期超爱的又平价又好用的护肤品，首先呢就是这一罐 CeraVe 的这一支晚霜。这支我是看到了很多评论说它超级好用，La Mer 平替等等这些非常非常棒的 comment， 我就想有那么夸张吗？真的那么好吗？于是我就抱着这个尝试的心态去买了一下，结果真的非常好用，就是虽然没有那么夸张，但是这一支真的非常非常的棒，而且性价比特别的高。这一瓶好就好在它的成分既有效又简单，它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成分叫做 ceramide 神经酰胺。那这个神经酰胺是什么呢？神经酰胺呢其实是我们人类皮脂里的一个重要的成分，它对于这个维护皮肤的屏障以及保湿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呢，它里面还有这个 niacinamide 烟酰胺这个成分。烟酰胺呢，对于这个修护皮肤的屏障、保湿、抑制黑色素生成、细致毛孔等等，都有着非常好的效果。那这个晚霜就特别适合，比如说你晚上已经在刷酸了，就是使用，比如说使用 A 醇，使用一些比较强劲的猛药之后，用这个晚霜，用来维稳、保湿、维护、修护皮肤屏障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它成分也非常简单，不会对皮肤造成就是过度的刺激，反而会让皮肤 cool down。所以这支面霜从成分来讲真的非常的棒。然后它的这个质地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这支基本上我已经空瓶了要，就是这样白色的乳霜的质地，跟 La Mer 有点类似，但是还不太一样。它涂在手上就是这种，轻轻一涂就被吸收了，非常丝滑的、非常保湿的感受，对毛孔没有任何的这个负担，就是毛孔不会感觉到它的存在，反而会给皮肤留下一个非常非常保湿、柔软、弹润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像现在已经夏天了，我晚上用它，皮肤依然觉得非常非常的保湿滋润，就是毛孔没有任何感觉到它的存在，非常非常舒适的一个面霜。再加上这一瓶的这个价格非常的良心，非常的超值，所以用它来涂，比如说涂脖子或者涂胸前以及手肘等等这样的位置也完全不会心疼。这支真的非常非常的棒，超级推荐。接下来呢是一支 VC 的精华，就是这一支来自于 Big Glen 这个品牌。这一支呢是它的公关寄给我试用的，我没有接任何的推广，就是纯试用这样子。这个牌子呢我之前没有用过，所以这次我也是非常非常认真的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这一支真的超级好用，真的非常不错，就是它有非常好的淡化痘印的效果，同时它的这个质地使用体验也非常的好。就是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维生素 C 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成分，所以很多产品都是以这个油的形式呈现给我们的。那我自己也用过很多不同的这个维生素 C 精华、维生素 C 油啊等等这样子的，很多就是产品真的是太油了，上脸之后就真的没办法接受，涂起来非常的不舒服，而且后续的上妆也非常不友好，因为太油了嘛，就这个真的没办法上妆。但是这一支的质地真的非常特别，大家挤出来看一下。这个包装真的也很不错，就是它有一个这种防空气回吸的技术在里面，可以避免里面的这个产品跟空气接触，因为一接触就氧化了嘛，就失效了，对不对？所以这真的就可以比较好的保持这个 VC 的活性，产品的有效性，但是代价就是比较难挤出来，它挤出来就是这种
像水一样的这种油质地的这样的一个液体，透明的。这瓶其实我开了很长时间，因为试用了很久了嘛，但是大家看这个 VC 还是没有氧化，就是它里面的这个防空气进入技术还真的是不错。在涂这个油的时候呢，会有一点点热量释放出来，会能感到有一点点热，但是呢，对皮肤几乎没有什么刺激的感觉吧，用了这么久没有什么刺激的感觉，很快就会被皮肤吸收了，那个油的感觉就完全没有了，只给皮肤留下那种很湿润、很滋润的那种感觉，就像刚刚涂了一个乳液的状态，然后后续上妆啊等等也不会有什么搓泥啊，或者是油光啊，或者是不定妆等等这种问题出现，所以这支真的是值得一试。好啦，今天跟大家分享了我的近期最爱，哎呦，这个高光真的非常的强劲啊！希望大家喜欢今天内容，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